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还是你们熟悉的丽姐。今儿个又来给大伙讲相亲故事啦，感谢老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订阅。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也麻烦大伙赏个脸，给丽姐打赏点小钱，让丽姐能喝口好茶。继续给你们搜罗这些有意思的事儿。今天要讲的这场相亲会，那可真是够精彩的，堪称一场修罗场，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接连上演。故事的主角是个广州的姑娘，叫小宁，35岁了，算是个大龄剩女。她带着闺蜜小美一块来参加我们组织的国际相亲会。小宁这姑娘一走进会场，那气场那自信就跟开了挂似的。她一见到我就说：丽姐，我来相亲可不是来将就的，我都35了，要嫁就嫁顶配中的顶配，不然还不如不嫁呢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想，得嘞，这场相亲会指定不简单。小宁对未来对象的要求那叫一个具体，简直是列了个顶配清单。首先身高必须180以上，她自己个儿也不矮，所以觉得这是基本要求。学历呢，起码得是硕士，她自个儿也是高学历，觉得找对象学历不能比自己差。这收入更是吓人，年收入100万起步。她说自己这些年工作也没少挣，以后的另一半自然也不能差。长相嘛，得帅得上镜，她自己长得漂亮，对颜值要求自然不低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对方得有广阔的国际视野，最好是有欧美工作或学习的背景，还得懂她的兴趣爱好，像高尔夫和红酒这些。说完这些，她还特自信地问我：丽姐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我能怎么说呢？只能点头说，不过分，当然不过分。但心里头忍不住嘀咕，小宁这标准难度可不亚于中彩票啊。旁边的小美听着倒是很淡定地补了一句：宁宁别太挑了，适合自己最重要。小宁立马翻了个白眼，你懂什么？我的人生我做主。相亲会正式开始了，这次会场的男嘉宾那可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，质量那是相当高，还有几位台湾香港的成功人士呢。为了让小宁满意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劲，特意给他挑选了一位符合他条件的台湾男士，叫阿森。阿森今年45岁，身高182，刚好符合小宁的身高要求。他自己开了一家设计公司，事业做得挺稳，生活也优渥，而且人特别健谈，按说条件是不错的。两人一见面，小宁对阿森的外形倒是挺满意，毕竟身高长相都过关。可刚聊了没几句，小宁就开始灵魂发问了：阿森，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小宁这问题问的那叫一个开门见山，一点铺垫都没有。阿森明显愣了一下，估计没想到小宁这么直接，但还是很礼貌地回答：小宁小姐，设计行业不像有些行业是暴利的，我的公司一年大概能赚300万台币，折算成人民币也有70万左右。小宁一听，眉头就微微皱起来了，继续追问：那你在台湾有几套房？是不是市中心的？阿森没想到他会接着问这个，不过还是耐心回答：有一套房在台北市区。只有一套，小宁忍不住轻声嘟囔了一句。阿森听得清清楚楚，他笑了笑说：小宁小姐，我这房子是靠自己打拼买的，台湾的房价可不低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呢？小宁冷笑了一下说：房价哪里都贵啊，反正要是以后结婚，对方的房产得写我的名字，不然我可没有安全感。这话一出口，阿森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下来了，他冷静地回应：小宁小姐，我觉得初次见面，我更想了解你的性格、兴趣这些方面，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房产分配问题。小宁可不打算让步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那是因为感情得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啊，不然就像空中楼阁一样不踏实。我话这人就是直直说，不喜欢绕弯子。这一来二去，两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了。阿森有点尴尬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小美，然后主动转移话题：小美小姐，我看你看起来很有艺术气质，你平时喜欢什么兴趣活动呢？小美被突然点名，倒是落落大方的微微一笑：我喜欢画画，也喜欢旅行，有空的时候会去写生。阿森一听，明显对小美的回答更感兴趣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很快就聊得热乎起来。小宁坐在旁边，脸色是越来越难看，一开始还强忍着，后来就有点坐不住了。
大概过了半小时，小宁终于忍不住了，偷偷对我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就是让我赶紧结束这场尴尬的会面。我没办法，只好走过去，脸上堆着笑，礼貌地说：阿森先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吧？阿森微微一笑，却直接说道：不用了，丽姐，谢谢你的安排。但我觉得小宁小姐和我的价值观不太一致，恐怕不太合适。反倒是小美小姐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可以多聊聊。听到这话，小宁可彻底坐不住了，她腾的一下站起来，气呼呼地说：阿森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才是今天的主角，我的闺蜜只是陪我来的。阿森倒是很坦然，耸了耸肩说：在感情里，谁是主角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不能相互吸引，价值观是不是相符。小宁气得脸都铁青了，转头冲着我就说：丽姐，这人太没礼貌了，你以后别再给我介绍这种人。我这心里其实也有点窝火，毕竟我也是尽心尽力给他安排，他还不领情。我索性就直接说道：小宁啊，别人有没有礼貌先不说，你自己也得反思反思，你这要求这么高，到底是真心想找个伴侣，还是就想找个完全符合你条件表的人啊？小宁被我这话怼得一时语塞，愣在那儿好几秒钟，估计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然后他也没多说，气鼓鼓地拖着小美就走了。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，没想到啊，事后小美悄悄给我发信息，说她和阿森已经互加了微信，两人聊得特别开心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这场国际相亲会就这么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收尾了。至于小宁，我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她能早日放下那些偏见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毕竟找对象这事儿，条件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合得来，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要是你们还想听更多相亲趣事，记得关注我丽姐，下次再给你们讲相亲江湖里那些更精彩的事儿。咱们接着说，其实小宁这姑娘啊，家庭条件确实不错。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从小对她的教育就很上心，所以她一路顺风顺水，学业有成。毕业后进了一家不错的企业，工作这些年自己也攒了不少钱。她平时生活特别精致，对自己的穿着打扮、生活品质要求都很高。她觉得自己这么优秀，未来的另一半自然也不能差，所以才列出了那么高的标准。可她没意识到，感情这东西不是光看条件就行的。就说这次相亲会，其实我一开始就有点担心小宁的要求太高，很难遇到合适的人。但想着说不定能有奇迹呢，毕竟这次来的男嘉宾质量都挺高。阿森呢，在台湾的设计圈也算是小有名气，他的设计风格独特，很多作品都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。他一直忙于事业，所以感情生活反倒比较空白。这次来参加相亲会，也是想找个能和自己相互理解、支持的伴侣。本来我觉得阿森和小宁从外在条件看还是挺般配的，可没想到两人一见面，就因为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。小宁太注重物质方面的东西，一上来就问收入、房子这些。他觉得只有物质基础稳固了，感情才能长久。可阿森更看重两个人的精神交流和兴趣爱好的契合。就像小美说喜欢画画和旅行，阿森自己也喜欢艺术，平时也会到处走走寻找灵感，所以两人一下子就有了共同话题。小宁呢，在旁边看着他们聊得开心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她可能觉得自己才是主角，怎么能被闺蜜抢了风头呢？但她没想想，自己一上来就把相亲变成了一场物质考核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其实相亲这事儿讲究的是一个自然和真诚。大家坐下来，先互相了解一下基本情况，然后再慢慢深入交流兴趣爱好、人生规划这些。可小宁一上来就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，把阿森都给吓跑了。而且小宁对自己的要求高，对别人也同样苛刻。她可能觉得自己这么优秀，对方就应该无条件满足她的所有要求。但她忽略了感情是相互的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要求。从阿森的角度看，他一开始对小宁的印象其实还不错，毕竟小宁长得漂亮，气质也挺好。可小宁一开口问的那些问题，让他觉得小宁太现实，太注重物质。在阿森心里，他希望找一个能和自己一起探讨艺术、分享生活感悟的人。
而小美呢，刚好符合她对伴侣的部分想象。小美说起画画和旅行时，眼里闪着光，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阿森是相通的。小宁呢，可能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觉得只要自己条件好，就一定能找到完美的另一半。但她没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就算有，也不一定就适合她。后来我又听说，小宁回去之后，心里还是很不服气。她觉得阿森就是没眼光，错过了她这么优秀的人。可她身边的朋友，包括小美，都劝她要适当降低一下标准，不要太执着于那些外在的条件。小美还跟小宁说，她和阿森只是先加了微信聊聊天，也不一定就会有什么发展。但小美也觉得，相亲的时候还是应该多一些真诚和理解，不要一上来就给对方太大压力。小宁表面上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估计她心里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现实。她还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只是没遇到对的人。其实像小宁这样的情况，在相亲市场上还挺常见的。很多人都带着自己预设的标准和框架去相亲，结果往往忽略了人的本质和感情的真谛。相亲应该是一个相互了解、相互欣赏的过程，而不是一场交易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不能只盯着对方的缺点或者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地方看。我做婚介这么多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也见过各种各样的相亲故事。有些时候，条件好的人反而更难找到合适的伴侣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太高，把很多潜在的合适人选都拒之门外了。就拿小宁来说，如果她能稍微放下一些对物质的执着，多去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，说不定就能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而且我觉得相亲的时候也要学会换位思考。像小宁问阿森那些问题，阿森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如果小宁能站在阿森的角度想想，换一种方式去交流，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再说说小美，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孩。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在相亲场合应该怎么表现。她不会像小宁那样一上来就给人压力，而是用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去和对方交流。所以啊，相亲这事儿真的是一门学问。要想找到合适的人，不仅要有缘分，还得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方式。我希望小宁能早日明白这个道理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偏见和标准，用心去寻找那个能和自己携手一生的人。后来啊，我又组织了几次相亲会，还专门邀请了小宁来参加。一开始他还有点犹豫，觉得上次的经历太尴尬了，但在我的劝说下，他还是来了。这次相亲会，我特意给他介绍了几个不同类型的男嘉宾。有一位是从事金融行业的，收入不错，学历也高，就是身高差了点，只有178。还有一位是在互联网公司当高管的，虽然没有欧美背景，但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小宁见到第一位金融男嘉宾的时候，明显没有像上次对阿森那样一上来就问收入、房子这些问题了。他开始试着和对方聊一些兴趣爱好，比如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，有没有喜欢的运动。这位金融男嘉宾也很健谈，他说自己平时喜欢看一些经济类的书籍，也喜欢打羽毛球。小宁一听，眼睛亮了一下，说自己也喜欢运动，只是平时工作忙，没太多时间。两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。可聊了一会儿，小宁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年收入大概多少啊？”金融男嘉宾倒是很坦诚，说自己年收入大概80万左右。小宁听了虽然没说什么，但心里还是有点落差，毕竟离他100万的标准还差了一些。接着又和那位互联网高管见面，高管一上来就和小宁分享了他最近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有趣的项目，还聊到了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趋势。小宁对这些也挺感兴趣，两人聊得挺愉快。但聊着聊着，小宁还是不自觉地问了对方有没有海外背景。高管说自己虽然没有在欧美工作学习过，但经常去国外参加一些行业会议，对国际市场也有一定的了解。小宁听了心里又有点纠结，觉得还是不太符合自己的标准。这几次相亲下来，小宁还是没有遇到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人，但她的心态倒是比之前好了一些，不再像之前那样一见面就因为一点不符合标准就直接否定对方。我也跟小宁说，找对象不能太着急，也不能太死板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。人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，要学会发现对方的闪光点，多去了解对方的内在。
小宁也跟我说，他其实也明白这些道理，只是这么多年一直习惯了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对别人也不自觉的就有了高要求。但经过这几次相亲，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调整一下心态了。我心里还是挺欣慰的，觉得小宁终于开始有了一些改变。我相信只要他能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，慢慢的一定能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。这相亲的事儿啊，就是这样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。有时候你觉得条件完美的人可能并不适合你，而那些一开始没太在意的人，说不定反而能给你带来惊喜。我还是会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些相亲故事，希望大家能从这些故事里学到一些东西，在自己的相亲路上少走一些弯路。也希望小宁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咱们就一起等着看他的好消息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想听更多相亲趣事，记得关注我，丽姐下次继续带你们看相亲江湖的风起云涌。